好的，大家好，我是杨老師。現在呢，我們正在進行的是 HSK 6級考前輔導課程。這個課程是系列課程，可以全面的幫助大家複習和準備 HSK 6級考試。那6級有點難，前邊呢我們介紹了聽力第2部分的一些一般的方法啊，那些方法還是比較重要的，希望大家呢認真的學習，而且要去做練習。那在這裡呢，老師要繼續帶着大家一起來做練習。那做練習的時候呢，老師會介紹不同的這個種類的不同的類型的被採訪者，一般來說會被問到什麼樣的問題。那我們現在呢，用這樣的方法來帶大家一起來做練習。首先呢，我們來看一看藝術家。我們之前說過呀，藝術家都有什麼人呢？比如說畫家、插畫師，也可能是一些唱歌的人，也可能是一些演員，也有可能是這個雕塑就是雕塑家等等都有可能。藝術家有很多種類，大家呢可以稍微的了解一下自己去學習一些類似的詞彙。那我們來想一想，如果記者要去採訪一位藝術家，有可能會問他什麼樣的問題呢？我們在這裡簡單的列了一點點什麼時候開始的？你什麼時候開始學習這個藝術的？什麼契機？什麼叫契機？就是什麼樣的機會？什麼樣怎麼開始的？為什麼就做這個了？那還有就是對於藝術的看法，藝術和市場的關係等等。你同學們自己也可以想一想，現在你就是一位記者，你要去採訪一位藝術家，你會問他什麼樣的問題呢？大概可能就會有這些問題，當然也可能会有別的，大家自己來想一想。還有就是我們也會通過這個練習來看一看他都問了什麼樣的問題，大家要去記住這些問題，也要去記一下他們用到的一些詞彙。如果你通過這個練習能夠掌握大概的採訪思路，大概問的問題和常用的這些詞彙，那麼說明這個對你來說就是一定是有提升有幫助的。那下一次你再遇到藝術家的問題，你就会觉得這個題目好像還挺簡單的。那現在呢，還是一樣的，為了減輕我們做題的這個難度和壓力，我們現在首先來看一下 A、B、C、D 分別是什麼。當然了，我要提醒大家，可能在真正做題的时候，你沒有時間一個一個的認真的去看，但是你應該抓緊時間去看最重要的部分，而且你可以一邊聽一邊看，按照順序一邊聽一邊看就可以了。這個是需要練習的。那現在我們先來看題目。第16題 A 開個畫廊， B 立志當老師， C 要學習藝術， D 決定報考工科。這個不太清楚，可能就是這個人要做什麼。第17 A 目標要長遠， B 人要學會獨立， C 創作時要十分專注， D 要注重平時的積累。這個呢我們也不太清楚猜不出來問題可能是什麼，但是這個是關於就是我們要做什麼的，大家要注意去聽。18 A 覺得反感， B 心裡很難過， C 非常不理解， D 不願聽到這樣的話。那麼這個應該是關於聽到別人說什麼，這個藝術家的感覺是什麼。好，我們要注意去聽。19有爭議的， B 至少獲過獎， C 容易抓住讀者， D 得到專家肯定。這個應該就是什麼樣的作品是好的什麼樣的作品才是好的呢？20 A 喜歡小動物， B 是畫壇泰斗。什麼叫畫壇泰斗
畫畫的這個領域裡邊的 No.1 第一名啊，泰斗就是很牛很厲害的人。C 愛與學生爭論。D 從小就喜歡油畫。在這裡我們大概可以猜出來，被採訪的人應該是位畫家，可能是油畫吧。好，那這個20關於男的或者是關於女的，下列哪一項正確？聽的時候要注意，只要聽到了一樣的內容，馬上就把它選出来，不要猶豫了。但是前邊呢可能不太清楚，但是我們要去認真的听，有没有大概一樣的意思的東西。比如說像19應該問的是你認為好的作品是什麼樣的。18的话，听到別人的什麼什麼話，你的感覺是怎麼樣的啊？應該是這樣的。16、17不好說，但是我們看了以後，我們心裡面有一個數，然後呢，我們知道应该怎麼去記住什麼樣的內容。那現在呢，我们來聽一下，大家可以一邊聽一邊再看一下這個 ABCD， 然後呢，你要記得把答案記下來。最後我們一起來看答案到底對不對。好，現在我們來聽16到20題。現在開始第16到20題。第16到20題是根據下面一段採訪。觀眾朋友們，大家好，今天我們很榮幸請到了當代畫壇泰斗吳冠中先生。吳老您好，我們知道您剛上大學的時候學的不是藝術，是工科，後來為什麼走上藝術的道路了呢？我剛上大學時，有一次去參觀杭州藝術專科學校，第一次看到了那麼多油畫，那麼美。我一輩子也沒有見過那麼美的藝術品。正因為過去沒有見過，我當時就堅定了信念，我要放棄工科的學習，我一定要學藝術。當時學工科是很有前途的，您不覺得可惜嗎？是，學了工科，將來的生活就有保障了。可是我當時深深地愛上了藝術，我可以為了學藝術放棄一切，我一定要學藝術，選定了就不能改了。在您創作的過程中是一種怎樣的心理狀態？創作任何一部作品都是忘我的，必須什麼功利都不考慮，眼裡心裡只有作品。這就像獵人打獵，你想去追獵物，在追的過程中你什麼都忘了，哪怕地上有個坑都管不了，只要把獵物打到。創作作品的時候也是一樣，一定要把心中的靈感表現出來以後，才能夠放下心來。這時候胃才開始工作，才能夠吃東西喝水，在這之前什麼都停下來了。到了今天，您身邊的學生也好，或者是業界的人也好，還是對您的讚譽多。您覺得自己今天還能夠聽到真正的批評嗎？我很想知道，但是不大容易聽到。我現在活動也不大多，學生都是講好話的多。我說你一定要把真正的聲音告訴我。假設一個年輕人站在您的畫面前，說我一點兒也看不懂您這畫，我一點兒也不喜歡，您能接受嗎？能接受，我完全願意聽到這樣的，因為這是我的對象，我就是來為他們服務的，同他們交流的。他這樣的反感能使我反思。我往往聽別人講，你的畫很好，可惜我不懂，我心裡很難過。你不懂不是你的問題，是我的問題。一件好的作品應該很容易抓住讀者，所以他一看說我不懂，我覺得這是罵我了。16，參觀杭州藝術專科學校後，男的做了什麼決定？17，男的舉打獵的例子想說明什麼？18，男的怎樣看待別人說你的畫很好，可惜我不懂？19，
男的認為好的作品是什麼樣的？20. 關於男的可以知道什麼？好的，那現在你是不是已經把所有的題目的答案都選出來了呢？我相信這5個題目如果你很認真的去聽了，如果你用了我們的方法，這5個題目應該都可以做出來。而且和我們猜的是一樣的，他採訪了一位作家，而且他也問了他是什麼時候怎麼開始的，他也問了他關於藝術的看法當然沒有問藝術和市場的關係，但是前邊這幾個問題都問到了，对不对？好，那現在我們一起來看答案，看一看你的答案到底是不是对的。首先我们来看第16題，參觀杭州藝術專科學校後，男的做了什麼決定？大家一定可以選出來，因為他說了2次我們來看一下。首先，觀眾朋友們大家好，今天我們很榮幸請到了當代畫壇泰斗吳冠中先生。畫壇泰斗最後一題答案已經出來了。吳老您好，我們知道您剛上大學時學的不是藝術，是工科，後來為什麼走上藝術的道路了呢？男的說，我剛上大學時有一次去參觀杭州藝術專科學校，第一次看到了那麼多油畫，那麼美，我一輩子也沒有見過那麼美的藝術品。正因為過去沒有見過，我當時就堅定了信念，我要放棄工科的學習，我一定要學藝術。當時學工科是很有前途的，您不覺得可惜嗎？男的說，是，學了工科，將來的生活就有保障了。可是我當時就深深愛上了藝術，我可以為了學藝術放棄一切，我一定要學藝術，選定了就不能改了。那一定要學藝術提到了2次，而且同學們要注意，要總結一下，我們總結這兩段的回答之後，我們發現就是這個人，這個吳先生呢，他最開始大學學的是工科，有一次去了一個學校，看了油畫以後覺得很美，決定一定要學藝術。工科雖然有保障，但是他還是決定為了藝術可以放棄一切。那麼這2段話的意思總結出來就是他從工科轉到了藝術，因為看到了油畫。好，那你記住這一點就夠了，那這個題目你就能夠做出來。答案應該要是 C， 要學習藝術所以呢，同學們要注意的是，在很長的內容當中，你要能夠抓到最主要的信息，你要能夠總結出來最主要的信息。你只要總結出來了，你把它記住就夠了，你不需要去一句一句的去記內容，這樣就太複雜太難了，根本就記不住。你只要去記核心的內容就可以了。好，那現在我們來看第2題這個第17題，男的舉打獵的例子想說明什麼？他提到了打獵，那按照順序，我們這個下一組對話就是這個題目的答案。女的問，您在創作的過程中是一種怎樣的心理狀態？男的說，創作任何一部作品都是忘我的。很多同學可能有點聽不懂什麼叫忘我，必須什麼功利都不考慮，眼裡心裡只有作品。那這句話應該可以是吧？
這就像獵人打獵，你想去追獵物，在追的過程中你什麼都忘了，那這個也是很清楚的一句話。哪怕地上有個坑都管不了，只要把獵物打到，創作作品的时候也是一樣。那他前邊說眼裡心裡只有作品，這就像打獵，那創作作品的時候也是一樣，他用打獵來說明創作作品，但是其實創作作品和打獵都是說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专心，你要忘我，你腦子裡邊只能想作品，別的什麼都不能想，一定要把心靈中的靈感表現出來以後，才能夠放下心来，這個時候胃才開始工作，才能夠吃東西喝水，在這之前什麼都停下来了。那整篇文章問題是創作的時候心理狀態是怎麼樣的，那整個一段話說的全部都是在創作的時候什麼都忘了，只想着創作了。那答案就應該要選擇 C， 創作時要十分專注，要專心，腦子裡邊只有創作，只有作品，別的都忘了。所以它全部都在說一樣的意思所以當你聽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当你聽到這個回答的時候，這個題目你可以直接選 C， 你不需要有別的考慮了因為你聽得很清楚，這個男的他的意思就是創作的時候要專心，所以不需要有別的考慮，你甚至不需要去聽問題是什麼，就能夠把 C 選出來。好，那現在我們繼續看，男的怎樣看待別人說你的畫很好，可惜我不懂。那這個也是我們其實是已經猜到的了。那他說的是心裡很難過，我們在這裡是可以看到一個完整的回答的。他說呢，假設一個年輕人在您的面前說，我一點兒也看不懂您這畫，我一點兒也不喜歡，您能接受嗎？他說，我接受，我完全願意听到這樣的，因為這是我的對象，我就是來為他們服務的，同他們交流的。他這樣的反應能使我反思，我往往聽別人講你的話很好，可惜我不懂，我心裡很難過，已經聽到了非常一樣的回答。那後邊他說，你不懂不是你的問題，是我的問題。一件好的作品應該很容易抓住讀者，所以他一說我不懂，我覺得這就是在罵我了。所以這段話裡邊你需要去總結的一個信息就是，如果第一是我願意聽別人說這樣的話，第二就是如果別人說我很難過，第三就是好的作品应该容易抓住读者。好，你只要把握住，总结一下，记住这3条信息，这2个题都能做出来。所以男的認為好的作品是什麼樣的呢？就是容易抓住讀者的。好，這就是這2個題目的答案。那最後一個題目我們其實第1句就已經做完了，對嗎？選擇 B。這個題目特別簡單，但是前提是你應該先去看它，你才會知道。如果你不去看它，你是非常容易錯過這個畫壇泰斗這個詞的，因為它其實有點難，很多人是不認識這個詞的。看到的話大概也不知道什麼意思，聽到的話更不知道是什麼意思了。但是如果你提前看一下，你在聽到第1句的時候馬上就可以選擇 B， 完全不需要考慮但是如果你沒有提前看，這個題目很有可能就是很難的，對於你來說當然你可以用排除的方法，就是 A 喜歡小動物沒說，愛與學生爭論沒說，從小就喜歡油畫沒說，他大學的時候才喜歡的，所以答案選 B 就是如果你沒有提前看，那你可能就只能用排除的方法來做這個題目了這是我們的這個題目的答案，做題的方法。
所以同學們是不是覺得做了这個練習題之後，感覺好像採訪藝術家大概就是這樣的？我明白了啊，而且做題的思路、做題的方法都已經掌握了。好，那這是我們的一個練習。那現在我們來繼續做練習。這個是我們的藝術家，還是藝術家，但是實際上這裡邊講的應該是一位作家。我們來看一下，藝術家什麼時候、什麼契機，對藝術的看法、藝術和市場的關係等等，我們要注意一下了。那在這裡，我們先來看26。A. 軍事 B. 科幻 C. 探險 D. 都市愛情。這應該是關於主題的。27 A. 故事感人 B. 通俗易懂 C. 風格多變 D. 充滿懸念。一看就是藝術方面的詞彙。什麼樣的作品才是好作品？28 A. 文字要美 B. 要重視結構 C. 要圖文並茂 D. 視角要獨特。也是一樣，什麼樣的作品是好的？我們要注意一下。29 A. 生活的體驗 B. 旅行的見聞 C. 歷史的啟發 D. 家庭的熏陶。它這個呢，有可能就是說你寫的這個東西靈感是從哪裡來的或者是說你寫的內容跟什麼有關係這個應該是這個題目的問題，我們注意聽就好了。30 A. 不喜歡變化 B. 喜歡古典詩詞 C. 遊歷過很多國家 D. 從小就擅長寫作。這個問題一定是問的關於被採訪的人可以知道什麼，下列哪一個正確？同學們認真看，然後我們在聽的時候，你可很快就聽到答案了。听到答案馬上選擇，不要去聽問題，就可以選出來。好，那現在我們一起來聽一下這一位作家。第26到30題是根據下面一段採訪。众所周知，你的小說和散文一直受到海內外讀者的青睐。我們非常關注的是，你以前的作品都是以都市愛情為主。為什麼會想到嘗試寫魔幻愛情小說？寫小說的好處就是可以有很多新的嘗試，寫作餘地大一些。對我來說，每年都要寫一些新的東西，而我決定嘗試寫作魔幻愛情小說，因為現實生活中的愛情比不上魔幻世界裡有那麼多變化，那麼特別。寫一個新的題材會不會特別難？特別難，但是我盡量在每部作品裡面都嘗試創新，因為我不想重複自己。重複自己會使整個寫作的過程很不好玩，而沉悶的創作過程是不可能寫出好作品的。有沒有想過自己的小說如此受歡迎，其中重要的因素是什麼？我覺得主要是2個方面，一是故事本身要好看，二是能讓人感動。愛情故事最主要的是傳達的感情要能感動人。在寫作小說方面有什麼特別的心得嗎？講故事的方式其實就是小說的結構。我覺得結構是小說很重要的一部分。有時候我會去嘗試看不同的結構對敘述故事有什麼幫助，這要通過大量的閱讀來培養，並不斷地訓練表達技巧。寫了那麼多的作品，創作源泉來自哪裡？我覺得要靠生活的體驗。現實生活比小說要精彩複雜得多，對人性多些了解，可以使寫作更加豐富。寫作歸根結底還是寫人。故事再好，也只是一個架子，有人物才有血肉。你在寫作時是一種什麼狀態？我是很享受寫作過程的，而且我從小就如此。小時候就很喜歡作文課，老師會因為我的文章好而在同學們面前讀出來，這令我很有滿足感，很受鼓勵，於是就更加喜歡寫作了。26，女的以前的作品以什麼題材為主？27，
女的認為自己的小說受歡迎的原因是什麼？28. 關於小說創作，女的有什麼特別的心得？29. 女的創作源泉來自哪裡？30. 關於女的，下列哪項正確？好的，答案都写下來了吗？都選擇出來了嗎？那我們現在一起來看答案。很多的問題跟我們猜的是一樣的，很多的問題不需要听問題就可以選出来，对不对？那26，我們在文章当中听到了以前的作品是都市愛情，現在要嘗試寫魔幻愛情。我們只聽到了2種題材，所以答案當然應該要選擇 D。後邊其他的內容我們就不需要再看了，因為跟題目沒有關係，對嗎？我們在這裡呢，因為時間我們就不再讀了。然後第2個，小說受歡迎的原因，這個人提到了2個，一個是故事要好，第2個是讓人感動，所以答案應該要選擇 A。這2個你都應該要記住。第3個問題，他說呢，寫作小說方面有什麼特別的心得？他說呢，其實就是結構，結構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會換結構。那這裡提到2次結構，所以答案應該要選擇要重視結構。做對了嗎？然後，那你的創作源泉來自哪裡啊？同學們如果要听到了藝術家，有2個詞很重要，靈感，還有就是創作的源泉。你就怎麼就想起來創造這樣一個故事呢？誰給了你靈感？你的靈感是從哪裡來的？你的創作源泉是來自哪裡？這個一定要記住這個詞，一定要明白這個詞。他說，我覺得要靠生活的體驗，因為生活比小說還要複雜，那對人性要多一些了解啊，才能寫作會更加豐富。所以答案應該要選擇 A， 生活的體驗。好，那這個答案也是比較簡單的，可能最後一個稍微有點難。關於女的，下列哪項正確？A 不喜歡變化，這個是不對的。他在前面說了，我喜歡變化。B 喜歡古典詩詞，沒有聽到。C 遊歷過很多國家，這個也沒有說。D 從小就擅長寫作，好像對又好像不對。答案應該要選擇 D， 為什麼呢？他說，我很享受寫作過程，從小就是這樣，小時候就喜歡作文課。老師會因為我的作文好，我的文章好，而在同學們面前讀出來。那這一句話就說明了他從小寫文章就寫得好，但是呢，不是非常直接的說出來。所以呢，如果你沒有提前看一看，可能確實選答案有點難啊。這個題目還是稍微有一點點難的。但是如果你能夠一邊看提前看一下這個每一個答案，你看了 A、B、C 都沒說，又看到從小怎麼樣，那答案就應該要選擇 D 了。好，這是我們的藝術家，這是你要了解問藝術家什麼問題，跟藝術家有關的詞彙有哪些？如果你都記住了，那我建議你再去做1、2個藝術家的那個題目，
你去做一下，看一看这个思路、这個方法到底是不是有用的。好，那下邊呢，我們會看的是一個行業題啊。行業題呢，就是介紹一種行業，或者說介紹一種職業。因為在我們的生活中，在我們的社會上，有很多的行業和職業是對我們來說不是特別熟悉的，所以記者有的時候就會去採訪從事這個行業或者是這個職業的人，他會去問他，你是怎麼看這個行業的？那這個行業對從業者有什麼要求嗎？那如果是女的，如果記者採訪的是一個女的，她有可能會問她，那作為一個女性，你在從事這個行業的時候有什麼優勢，有什麼劣勢，有什麼樣的好處，有什麼樣的問題啊？這個也是非常常見的問題。那關於這個行業或這個職業未來的發展是怎麼樣的？那你在工作的過程當中遇到的最大的挑戰或者困難是什麼，都會提到。所以大家要了解一下，如果一個記者要去採訪一個特別的行業的人，或者是特別的職業的人，可能會問到這樣的問題。那你也可以想一想，如果你是一個記者，你會問什麼樣的問題呢？那現在呢，我們一起來看一下這個題目，還是一樣的，我先帶大家先看一下這個題目。21，A 收入不高， B 尚不規範， C 發展比較慢， D 是服務行業。那我一看到這個題目 A、B、C、D， 我就能猜出來，這個應該是關於一個職業或者是一個行業的。22A 細緻， B 學識淵博， C 學習能力強， D 有收藏經驗。這個應該是關於對從業者的要求的。23A 危機意識， B 奉獻精神， C 良好的交流能力， D 熟悉相關法律知識。24A 是著名主持人， B 拍賣經驗豐富， C 喜歡穩定的工作， D 拿到了律師資格證。關於這個人可以知道什麼？ 25A 視野窄， B 不夠謙遜， C 判斷力不夠， D 欠缺整體規劃能力。那就是他有什麼缺點？好，我們都看完了，我們一起來聽一下，大家記得把答案寫下來。第21到25題是根據下面一段採訪。您作為女性拍賣師，從女性的視角怎麼看待這個行業的發展？在這個行業中，女性有什麼優勢和劣勢？拍賣行業是一個服務行業，一開始要接觸客戶，策劃拍品，組織拍賣會，招商，一直到後期服務。全部過程除了有很專業的成分在裡邊，更多的是體現服務意識。我作為女性，我認為女性在服務行業裡體現更多的是細心。同時，我們在做一些投資拍品時，我們會站在競買人的角度去幫他分析。同時，我作為一個女拍賣師，在會場上和競買人在現場的交流很重要。一個好的拍賣師更多的體現是在會場中跟競買人有一種無聲的交流。他可能只是在那兒舉號牌，你要充分知道他的心理，包括動作表現出來的能承受的心理價位的能力。我也去過幾次拍賣會，感覺拍賣師真的是眼觀六路，耳聽八方。那怎麼做到的？一是我們在這之前充分分析拍品本身，它不僅是一個市場的價值，有些拍品除了投資成分在裡邊，還有對某些競買人不同意義的影響。比如這樣一件作品，剛好跟你的背景或者你的成長，或者對你有特殊意義，
拍賣師是需要特別細緻縝密的。在拍賣會場中，一開始競價的，到後來可能並不踴躍。我們在這之前有一個法律環節，是要辦理競投登記的。一個盡職盡責的拍賣師，在這之前就應該充分和競買人溝通。我們通過聊天或者分析這個拍品，比如說我們給競買人介紹拍品的瑕疵所在。我有一個感覺，看來對於拍賣公司來講，好的拍賣師真值錢。整個拍賣行業來講，拍賣師是拍賣行業的一個靈魂人物。您剛才說女性拍賣師會有自己的一個優勢，那您看了這麼多年，您覺得女性在這個行業中有沒有什麼劣勢？劣勢，我覺得拍賣師很多時候可能需要特別機敏，判斷力特別準確，甚至商業判斷特別準確。在這方面，我略遜於男性們。就服務行業來講，我身上更多體現的是細緻，但是商業判斷特別準確的時候，我比男性來講要差很遠。21，女的怎樣看待拍賣行業？22，女的認為自己的優勢是什麼？23，好的拍賣師應具備什麼素養？24，關於女的可以知道什麼？25，女的認為自己的劣勢是什麼？好的，那我們都聽完了。我們也发现，我們預測的還是挺準確的。那答案當然應該對大家來說也不難，應該能夠都做出來，而且能夠都做對。好，那現在我們一起來看答案。A 當然是怎麼看待拍賣行業，他提到了很多次，他說拍賣行業是一個服務行業，更多的體現服務意識，所以答案應該是 D， 是服務行業。我們聽到了2次、3次，所以答案應該要選擇 D 啊，這個是沒有問題的。我相信同學們都可以做出來。然後呢，我們也看到了女的認為自己的優勢是什麼？因為我們看到問題從女性的視覺怎麼看待這個行業的發展。所以記者如果採訪的是女的，一般都會問她，作為一個女性，你怎麼看待，或者是你的優勢和劣勢分別是什麼？這是非常常見的一種問題。那她說呢，作為女性優勢是什麼呢？她說我作為女性，我認為在服務行業裡體現更多的是細心，所以優勢應該是 A， 是細緻。那後邊它會又重複了一下，但是在最後了，在這裡選 A， 通過細心選出來細緻，它們的意思是很近的。好，那然後我們再來看一下下一個題目，他說好的拍賣師應具備什麼素養？這個題目對大家來說可能是有一點難的但是我們其實也是聽到了，比如說在這裡他說呢，在會場上和競買人在現場的交流很重要。一個好的拍賣師更多的體現是在會場中跟競買人有一種無聲的交流你要交流是重要的，好的拍賣師要有交流。那後邊他又提到了說，一個盡職盡責的拍賣師在這之前就應該充分和競買人溝通
你要溝通，你要交流。所以对於拍賣師來講，應該具備的素養就是良好的交流能力啊，這個也是可以聽出來的。好，那我們都沒有聽到 A、B、D 都沒有聽到。這個關於法律，它只是提到了要辦理法律環節，要登記，但是更多的提到的還是溝通和交流，所以答案就從這裡面出來了。那這個是需要你總結的啊，需要你總結。他說了非常多的話，這些話多的我都聽不懂了，但是他提到了無數次交流、交流、溝通、溝通，那答案就應該要選 C。好，我們看這個，關於女的可以知道什麼？我們一看就知道了問題是什麼，所以不要去聽問題，在聽的過程當中，只要發現了答案，馬上就選擇就可以了。那我們看到了，他說的是，您剛才說女性拍賣師會有自己的一個優勢，那您幹了這麼多年，您覺得女性在這個行業中有沒有劣勢？這裡有一個幹了這麼多年，所以拍賣經驗豐富，這個真的是要，如果你不知道這個的話，這句話你要是萬一聽的時候沒有認真的去記住它，答案就出不来了啊，或者是你只能是選用排除的方法。著名主持人不对，喜歡穩定的工作沒說，拿到了律師資格證沒說，工作拍賣經驗豐富好像對，選 B 吧啊。所以你如果沒有提前看的話，你只能用這樣的方法去選擇。但是這裡實際上有一個句子，幹了這麼多年，意思就是經驗豐富的意思啊，這個是做題的一個小方法啊，你要提前看這個題目。那最後，女的認為自己的劣勢是什麼呢？判斷力不夠。她提到了，她說呢，我覺得拍賣師很多時候可能需要特別機敏，判斷力特別準確，甚至商業判斷特別準確。我在這方面，我本人略遜於男性們。那略遜於這個詞可能你不懂，但是你應該要知道，略遜於這個遜於的意思就是比什麼什麼差，略遜於就是稍微比什麼什麼差一點啊，這樣的意思要記住啊，要記住這個詞。如果還不清楚，記得去查一下。就服務行業來講，我身上更多體現的是細緻，又再一次重複了一下，但是商業判斷特別準確的時候，我比男性來講要差很遠。那如果你前邊這句話沒有聽懂，最後這句話也可以告訴你答案。所以商業判斷來說，我比男的差很遠，所以答案應該要選擇 C。好，那同學們是不是都做對了呢？那到現在我們已經介紹了藝術家、作家和行業這三種情況，會問什麼樣的問題，會有什麼樣的這個詞彙出來。那麼做題的方法我們也認真的過了一下。那相信大家現在呢，對這個題目應該不會覺得那麼可怕了，而且在做題的時候稍微有一點感覺了。那我們後邊還會繼續通過練習向大家介紹一些不同的類型會問的問題和出現的詞彙。那希望大家跟着我們一起來認真的做練習，然後呢，一起把這些方法能夠都用起來。要養成用这些方法的習慣以後，你就會發現做題其實也沒有那麼難。好，那我們現在呢，先休息一下，然後繼續做題吧。